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？《幻兽大使》刚刚上映了，我约了 Kelly 一起去看。不想去，就当这陪我去。耀文他们看了都说非常精彩。不要这样，好过整天待在家里，老是想着弄伤了手，不能参加美术比赛。妈妈都说了，你今年不能参加，还有明年。你在干什么？右手不能，我还有左手。你想用左手画画，然后去参加比赛？你看，这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。我一定能做得到的。我可以原谅，但我学不会忘记。爱可以重来，却无法擦去记忆。掩盖了痕迹，却残留它的气息。别问我说道歉，你要带着诚意和说不出的秘密。怎么样？红叔怎么了？他的腹部受了重伤，医生正在抢救。刚才小磊说的不清不楚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怎么会跟大鹏在一起啊？伊登从医院逃跑后，约了我在学院的天台见面。他又把我当作是英才，还承认说他就是杀死英才的凶手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不断的攻击我，还用刀刺我，但是情况很混乱。彭叔突然出现，替我挡了一刀。那伊登呢？事发之后他逃跑了，不过我已经报了警，警察正在找他。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？校长，有件事我不明白，彭叔怎么会是伊登的爸爸？你是他的监护人，这件事您早就知道了，对吧？这些画都是你孩子画的？是啊。大鹏，你今天上来找我，肯定是有事要我帮忙吧？你有什么事，尽管说。我孩子伊登呢，他从小呢就跟他妈妈一样，会有这个遗传精神病。哦，不过他一直有吃药治疗的，平时的生活他一个人应付得了。哦，那很好啊。这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呢，造成他这个性格比较孤僻，他跟其他同学的相处不来的，所以他之前那些学校的同学呢霸凌他，所以就中途退学了。那他现在好吧？他没上课啊，老是待在家里，我觉得不是办法。那医生说他最好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作息，那对他病情有帮助。所以我是想求校长破个例，让他来这里上课。可是我们新学期都已经开始了。我不要求他什么毕业什么的，我叫他跟其他同学一样来这里上课，有正常的生活，那对他比较好啊。你的心情我明白，我自己也有孩子，孩子出了事，做父母的都会想尽办法帮他们做点东西，哪怕是有一天要自己昧着良心做犯法的事，也会在所不惜的。好吧，那我就帮你安排一登进入纯美术系1年级的课程，你看这样的安排好吗？
那很好。哎，校长，你让他来这边上课啊，我保证我会好好的看着他，不会给学校添麻烦的。那很好，我安排好了，再给你通知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怎么，你还有事？还有校长，我不想让其他的同学知道我是他爸爸。为什么？你知道我是一个做清洁工作的嘛，要是同学知道他有这样的爸爸，会看不起他。伊登应该要明白的。是啊，我也不想因为这样影响他嘛。虽然我不认同你的想法，但是我尊重你的决定。那好吧，我就在入学的表格上当伊登的监护人。那你应该可以放心了吧？哎，谢谢校长，你真的是大好人呐。那这样，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情要帮忙，你尽量告诉我，我做到我一定做到，做不到我尽量想办法。不是我不想回应你，刚才很多同学在场。有很多同学，那又怎样？你怕？不是，你怕别人知道有我这样的儿子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你是不是怕？因为我和妈一样都有精神病，你担心我会连累你，你怕别人笑你，看不起你，都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我？你是不是觉得有我这样的精神病的儿子很丢脸？说小声点好不好？果然，你就是怕他们知道我有精神病，你跟他们都一样，觉得我头脑有问题，我就是个累赘。我怎么有什么想法呢？你竟然那么不爱我，当初为什么要生下我？冷静，听我解释。听我解释，我不想听，你走开。我解释，离我远一点，免得让别人知道我就是你的儿子。你听我解释，你这。所以当初你是有看见伊登故意放蜜蜂去叮咬袁英才的？我劝过他了，但是他很偏激，什么话都听不进去。他一直认定英才老师是偏心那个陆善美，所以他一直找机会要报复他。那之后呢？直到英才老师死了之后，我开始怀疑英才老师的事可能跟他有关系。那你有没有问过伊登？我该问，我怕他真的是凶手啊！我听那同学说，他在英才老师的葬礼上攻击英姐，我知道这件事早晚会被人发现。那所以呢？英姐老师找我探听我孩子的事，我不想让人怀疑我的儿子，我就跟他说，英才老师死的时候，他是跟我在一起。那是不是你到养蜂场去，把那一窝的虎头蜂给烧掉？你想毁灭证据？这是我一个人的主意，跟伊登完全没有关系啊！都是我自己不好，我不应该让他在这里读书，就被发生这种事情了。我早知道他有点不对劲了，我就应该带他去看医生，英才老师就不会死了。都是我不好，我才是杀人凶手啊！你冷静一点。
伊登有没有杀害袁英才，还有待警方彻底的调查。他不能坐牢啊！他是小孩子，他不懂事啊！警官，我求求你帮帮我，帮帮伊登！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躺下，慢慢说。我讲。伊登不能坐牢的啊！他是唯一的儿子，他不能坐牢的。你要抓就抓我好了，都说我求求你啊！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啊，露露啊！黄警官，大鹏他怎么样了？手术后已经没有大碍了，不过身体还是很虚弱的。那彭叔说什么吗？他已经承认骗你说他跟伊登在一起，那是为了要帮伊登做不在场的证明，好让你不要再怀疑伊登。他也说了，养蜂场的蜂窝是他烧的。彭叔一定知道伊登就是杀死英才的凶手，所以才想要帮他掩盖罪行。伊登到底是不是凶手，我们还需要深入的调查。对了，那天晚上有一个黑人闯进英才的家，我想那个人就是彭叔，他一定是担心我找到伊登的话，所以要把他偷走，但是没想到碰见了我，所以没得手。但罗大鹏刚才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，会不会是因为没偷成，所以就没提起？好的，我会再去问他。不过无论如何，目前的这一些只是我们间接推论跟猜想而已，我们并没有实际的证据足以证明伊藤就是凶手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伊藤，只要找到人，真相自然就水落石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爸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爸。伊登，陆山妹，都是你，是你害死我爸的，是你害死我爸的，是你害死我爸的，都是你，有听到我？为什么你害死我爸的？是你，都是你害的，陆山妹，你害死我爸，陆山妹，冷静，冷静，都是你。伊藤同学，我是刑事调查局的助理警司黄远天，你的案件将会由我负责。你能听得明白我说的话吗？袁宁才呢？他在哪里？袁英才已经死了。不对，他那天明明还在啊。你看见的是袁英杰，那是袁英才的哥哥。那袁宁才已经死了。是的。对呀，是我杀死他的，我成功了。你是说是你杀死袁英才的？你们不相信我？那你详细说明，你是怎么把他给杀死的？是这些杀人犯啊，是他们把他钉死的。他们就像杀手一样，黑到哪里杀到哪里，超厉害的。是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他现在神志不清了，继续问下去也问不出什么答案。我会跟医生沟通，等他的情绪稳定下来之后，再帮他录口供。是不是找到伊登啊？但他目前的精神状态不是很稳定。那好，你先把视频发过来给我。黄警官，伊登是不是凶手？他有没有亲口承认他杀死我弟弟？我刚接到我同事的电话，他说案发当时伊登被拍到出现在学校的储物室里，
但是伊等亲口告诉英杰，是他利用了自己饲养的虎头蜂伤害英才，才导致他跌下楼的，不是吗？恐怕那也只是伊等的幻想。那这就是当时学校厨室里的 CCTV 拍到的影像。按照视频上的时间来看，伊等当时并不在案发现场。伊等可能连自己在做些什么都不清楚。谢谢。伊登，我是爸爸，伊登，都是爸爸不好，你原谅我吧，啊，伊登，你认得爸爸吗？我是故意要隐瞒我们的关系的，我没有嫌弃你啊。我是因为不想让同学看不起你，嫌弃你一个做校工的爸爸，所以要求校长，请他帮忙隐瞒我们的关系。我让他当你的监护人，不是爸爸不好，爸爸没有不要你啊，我也没有嫌弃你，你是唯一的儿子啊，我怎么会不要你呢？不爱你呢？差点忘了，刚才赶来医院还没吃午餐。你肚子饿吗？还好。还在想伊本的事？原本是想要帮英才找出真相，没想到。其实我觉得彭叔还挺可怜的。我曾听说早年他妻子有精神病，状态一直不怎么好，大概10年前因病而过世了。彭叔一个人带着伊等长大，日子应该也过得不容易。没想到现在连伊等也病发了，他一定很难受。接下来不知道伊等会怎么样。伊等伤了人，就算彭叔不追究，他还是犯了法。接下来还是要面对法律的制裁。你说，要是当初彭叔可以向伊等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用意，现在的结果会不会不一样？我最近也常常在想，如果花点时间了解、关心英才，现在的结果会不会也不一样？但是想归想，我们毕竟回不到过去了。也是。不过，我倒是羡慕伊等有一个这么疼爱他的父亲。说的也是。我跟我爸爸的记忆，从我小时候跟他住在一起的那些快乐时光，直到他选择跟我妈妈离婚的那一刻开始，就没有了。这10几年在法国，他对我们也不闻不问，感觉我跟他就好像普通朋友一样。小时候以为父母就像童谣里唱的一样。每个父母都是一样的，每个父母都是爱孩子的。长大了才发现，原来爱不是必然，也不是理所当然的。也许他不是不爱我，只是比较爱自己吧。前几年他因为肝癌而过世，现在我跟他连当普通朋友的机会都没了。像我爸爸，他是一个很传统的父亲，从来不会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爱。他很少向我们说出自己的感受或是关心。但我记得有一年，我第一次跟朋友出国旅行，
他让我妈给了我一个护身符。他向来没有宗教的信仰，但是为了我，他什么不信。到现在还好吧？嗯，你肯定是感情泛滥，这样不会哭。我没哭。如果你真的哭，我的肩膀可以借给你的。谁要你的肩膀？喂，有没有考虑一下？我虽然看起来很随便，但我肩膀不随便借给别人的。喂，你想吃什么？这么久没回新加坡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要吃方便面。那么多好吃的，你居然想吃这个，太让人失望。什么嘛？哦，对了，给你，吃了就不会哭了。都说了我没哭。没哭就没哭。你还记得？你最喜欢吃的 pandan cake， 我怎么会忘记？记性就这么好？你还跟我说过 pandan cake 的事。有这种事情？你说2017年 CNN 把 pandan cake 列为全世界最好吃的排行榜第4。你还说你喜欢 pandan cake 的芳香味，吃了以后一整天的心情就会变好。你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记得那么一清二楚啊？也不一定，要看对象吧。有些事情和人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。那也是因为你的记性好，但是对我来说，以前的事情我都不太记得了。而且以前喜欢的，并不代表现在也喜欢。你慢慢吃吧，我们就到这儿。再见。喂。怎么会不喜欢吃了呢？还是老吃啊？喂，英才，怎么这个时间打来啊？现在你那里不是半夜吗？哥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你把我留下来？英才，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没事了，我已经原谅了你。以后，我们永远都是好兄弟。英才，英姐，tout le monde est prêt, tout pour démarrer les essais. OK. OK.
忙了大半天，你们也饿了吧？我去煮面。妈，不用麻烦了。妈，帮我加面，我饿死了。好。你去让妈煮吧，难得她煮面给你吃。跟你玩个游戏。在这里选一张牌。记住你手中的牌，然后再放回去。这就是你的牌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不知道吗？这就是孪生兄弟的心灵感应。无常，是真的，我才不信。除非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。怎么样？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？刚才我骗你的，我是从你的眼镜中的倒影才知道你手中的牌，就知道你在骗人。你猜，我去洗澡了。英才，我现在真的很想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怎么来了？各位同事，我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宣布。之前我跟你们提过了，我们学院和法国的电玩设计公司 Blue Horizon Studios 有合作的计划，其中就是包括他们会派一名客座导师来给同学们上课，教导数码艺术相关的课程。英杰就是这一次 Blue Horizon 的代表，他是一位很有经验的电玩游戏设计师。我希望接下来的这个学期，你们可以很愉快的跟他交流，还有学习。英杰，你跟大家说几句话吧。好，之前和大家见过面，我看我也不用自我介绍。希望接下来的日子大家多多指教，不要欺负我这个新人。怎么了？大家不欢迎我？欢迎你，谢谢。欢迎你。奥老师，你不要太过分啊！怎么会过分呢？人家从法国回来的，不都是很热情的吗？对不对，英姐？完全没错。那我要坐哪里？你坐英才的位置啊。校长 ，O 不 OK？ OK。谢谢。那你们继续忙吧。校长，你会不会觉得他们两兄弟长得特别像，会影响到学生？他是 Blue Horizon 派来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怎么又是你赢了？
都叫你平时多练习了。再来，再来。哇！没事吧？喂，你干嘛啊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没有看到你走过来。最好不要欺负他，我跟你说。侯伟霆、丘比特，你们在干嘛？哦啊，没有啦，做很久腰酸了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人都到齐了吧？那我给你们介绍，这一次给你们上数码艺术课程的客座老师，严英杰老师。没有反应。你们大家都是年轻人，比较好说话。这边交给你了。知道了。Hello。在上课之前，先让我做一个自我介绍。你们应该都知道，我是你们英才老师的孪生兄弟。虽然我们长得像，但我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，也容易区别。一，他戴眼镜，我没戴；二，看我一身的打扮就知道我是那个比较有品味的。还有三，不管是五官还是气质，我都比我弟弟帅气有型。还有四，你比英才老师的脸皮厚很多啊。没错，看你这么幽默，肯定就是 idea king 对吧？是整个班上最有 idea 的。你呢，叫慢慢，总是慢人家半拍。大家叫你爱神，因为你叫丘比特，听起来就像爱神丘比特，对不对？还有尚美，之前教过手吧。Vincy、Coco、Eugene、维彤、佳琪、Vanessa、Shara、Carrie、伟翔，还有光荣，对吧？没叫错吧？老师，你怎么会知道你们的名字？因为我懂得看面相，这是身为专业游戏设计师最重要的条件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真的相信我说的？开玩笑的，太天真了吧？来，第一堂课。偷懒了？怎么会是你？什么书这么精彩，看得那么入神？只是看到一幅画很美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？借书啊。你在这里当导师？是不是很惊喜啊？是有惊喜就说不上。朋友一场，需要这么不给面子吗？怎么这么突然？之前也没有听你提过。我的公司跟你们学院有合作的关系，正好要派个客座老师来这里教数码艺术，我就推荐了自己，顺水推舟，变成你同事了。我知道这件事，就是没想到会是你。人生常常会有这种很奇妙的缘分的。我是来这里借几本书恶补一下，免得被学生考倒。哎，你要的书我知道在哪里，跟我来。你在这里工作还蛮不错的。怎么说？你看，到处都是年轻人，充满阳光和朝气，呼吸都感受得到青春的气息。看你把自己说的有多老。年过30了，如果人生只有60年，我已经过了一半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既然时间这么宝贵，为什么选择留在新加坡？是不是因为英才？有些事情我有点不明白。在我心目中，英才是一个不容易放弃、坚持到底的人。
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会突然放弃他的生命。你们两兄弟分开了这么多年，也许他已经不再是你心目中的英才。但是我相信人的本性是会变的，除非是有重大的事情，又或者是打击。就算是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人已经不在了，恐怕也没有人会知道英才经历了什么。也是，英才离开了之后，我才发现，我真的不了解他。从13岁开始，我都没好好的关心他。那天我看了他的手机，原本是想要多了解他的，但发现里头都被删除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想知道。也许他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也许他是想要重新开始。大家都说孪生兄弟心灵相通，你相信吗？我一直觉得英才很像有什么来不及告诉我的，也许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，可是我真的很想为他做点什么，可是已经太迟了。那好，既然决定留下来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随时联络我。你不说，我也会联络你。看来我会有好一阵子也甩不开你啦。祝你好运。下次你们会一起。老师，老师再见，老师再见。所以刚才在课室，为什么害妈妈跌倒？是故意的。确定你不是故意的？你什么时候不伸出脚，偏偏在我走过的时候伸出脚，还说不是故意的？我都说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信不信由你们。哎，你差一点就害人家跌倒，你还那么嚣张？别以为英才老师还会给你撑腰啊，他现在已经看谁还保得住。喂，老师，哇，3对1也太没有体育精神了吧！欺负女生就算了，连女同学都打不过，你丢不丢人？谁说的？难道说错了吗？还有你，曼曼，你是女生，有没有听过“女人何苦为难女人”吗？还有你，艾神，你是爱的使者，你的剑是拿来传达爱，不是欺负同学的。做人要有主见，不要同学做什么就跟着去做，明白吗？啊？算了算了，跟你说了你不明白，走吧走吧。还不走？老师，你干嘛这样走他们？我看他们也不是什么坏学生，你们是同学，应该想办法搞好你们的关系。你没听过吗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就补墨才会说出那么老土的话。我都说了，我不是补墨，是 Gen Y。我不管什么 Gen Y，总之不要跟着我了。再怎么说，我救了你，应该报答我吧？至少请我喝咖啡。真的很烦哎。哎，英才，你是？我开亮啊，你要的特制表框因为材料断供了，所以一直无法帮你完成，实在抱歉。看你的画一直摆在店里，你又没来取，以免遭破坏，我还是先把它送回来给你。其实我是英才的哥哥，我叫英杰。哦，呵呵，我就看你的穿着打扮有点不一样，还以为你想改变形象。妈咪今天去逛街，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，看看喜不喜欢。
怎么又买？看这好看就忍不住下手啦。哦，对了，今晚的晚餐你自己搞定啊。你要出去啊？是啊，有一个重要的客户不能不见的。不是说好今晚一起吃晚餐的吗？晚餐什么时候都可以吃，这个客户啊不能不见。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事，我自己擦伤的。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吧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知道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你心里一定是很不好受。可是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妈咪让你知道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拜。拜。这个幅度慢慢摸，这样子慢慢手要放松，大概是这样子柔柔的滑下来。左边也是这样子慢慢的滑。横的线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，竖的也是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英才的事，你节哀顺变。没事，我对英才的朋友也不是很熟悉，况且他走得那么突然，我也来不及通知大家。我认识英才也有3、4年了吧，他每次有需要都会到我们店里表话的，所以你们算是熟络的。他每次到我们店里，我们都会聊上好几句。一般上就是聊美术方面的话题。英才对美术的确是充满热忱，他在这方面的确很有才华。有好几次，有些顾客看上他的作品，我有帮他卖过好几幅画，但是唯独这幅人物的画像，他是怎么都不肯卖的。这1年里，这个女人常常出现在你弟弟的画作里，有时候我也很好奇，画里的主角到底是谁。小李，怎么打包啊？一起吃吧。我还有工作，打包边做边吃。工作狂，吃饭不专心，容易消化不良的。我已经习惯了。哎，其实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什么事？我在整理英才的东西，我找到很多他学生的画画，有些可能要还给他们，你可不可以过来帮我看一看？我今天有点忙。其实2天前有个裱画店的老板还了一幅画，我感觉这幅画跟英才很像，有密切的关系，可能跟他死有关。你比较认识他身边的朋友，说不定看得出什么。我可以原谅，但我学不会忘记。爱可以重来，却无法察觉记忆。掩盖了痕迹，却残留它的气息。别忘了说到件事情带着诚意。我可以原谅，但我学不会忘记。
爱可以重来，谁帮我擦去记忆，掩盖了痕迹，却残留它。